哇，滑鼠真的自己在移动诶，以后可以一直躲厕所了。大家好，欢迎回到陈凯的读书升级。99%的观众尚未订阅，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最近因为有听到家人在远端工作使用 Teams 这类软体时，会依照使用情况显示不同的状态，主要是上线跟离开。只要你不使用电脑几分钟，可能状态就会变成离开，这样就不能偷偷摸摸出去玩了，或蹲厕所1个小时。那当然也有查到很多软体可以模拟滑鼠移动等等，只是有些电脑是公司的，也不太方便下载一些软体。本身如果也不会写程式，那就可以试试看从硬体方面来思考。网络上查询一下，发现有一些像是滑鼠滚动器的小装置，这也正好给了我一些想法。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滑鼠正下方的感应器有持续感应到动作，滑鼠就会一直缓慢移动，看起来是一个转盘，只要一直转就可以。我们可能需要哪些材料呢？我们可以来问看看 ChatGPT。其实 ChatGPT 已经回答很详细了，那我大概挑了一些重要就好，简单可以马上做得到的材料：DC 马达、USB 线、PWM 模组、连轴器、固定件。因此，下班赶紧冲去电子材料行买，反正先做看看，阳春点没差，可以用就好吧。去电子材料行可以买一些小东西嘛，当然最重要就是马达吧，还有一个是控制速度的这个 PWM 调频的一个。基本上滑鼠要能够让它在荧幕上侦测会动，这样子会动呢，其实它只有下面这一块而已。假设以一个东西这个平面，它靠着这个地方，其实这样滑鼠就会感应到了。所以就用这个原理，让马达一直在滑鼠底下转动。就能够制造出24小时滑鼠一直在动的景象了。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它有 M 负 N 正 V 正 V 负，那这个 V 正 V 负是整个模组的供电，所以这个是不能接错的。那如果是 M 负 N 正的话，就是马达的输入，这两个交换就是正转反转。所以它比较没关系，所以我们要先量一下我们的这个 USB 线，它到底哪一条是正，哪一条是负，这个要先搞清楚。所以我们先来量测一下。所以代表这条线来说的话，粉红色是正的，蓝色是零。那我们就可以把刚刚测量出来的正负的位置接到我们的这个模组里面。那基本上原理呢，就是透过这个马达，这个马达就是小小的，然后因为一般这种小马达它可能转速都很高，所以有这种一套的，它马达配上这个减速机，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转这么快。它这个规格是吃6伏的，然后是30 RPM 的，所以这个就很够了，就慢慢转就好了。这样转太快也会很吵。那因为这个没有线，所以要自己焊上去，把它接上马达。这个连轴器也给它装一下。那马达的它的这个轴径它都会写给你。那这个是4，所以我们就要去找一个这种4的连轴器。那我们把这个装上去。那我们再试着转动它看看。然后假设我滑鼠在它正上方，这样子转，基本上滑鼠感应到，那桌面的滑鼠就会开始移动了。再来还有准备一个这个小型的电箱，那里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放进来。假设我们要测试的滑鼠是这一颗，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挖一个洞，然后让它可以感应到滑鼠的这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最后就会比较整齐一点。我预计就是把一个按钮安装在这里，然后上面另一个是我们滑鼠感测的，然后按一下它就会开始导通。那这样子的话，最后成品也会比较漂亮一点。然后接下来就要把东西放进来，然后把它固定住，把线穿过去，把线从这个洞穿出来。然后上面的话，因为我没有特别打孔不好用螺丝固定，我就只是用绑的大概位置固定出来就好，反正只要能用就好。先暂时这样固定住。
对个位置。这个按钮把它结合一下。焊接的地方用这个热缩套管保护一下。焊好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盖起来状况。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平面大概升高到这边，它才碰得到滑鼠嘛。把它叠高。那怎么样把这个平面叠高呢？有一些笔记本啊，我看它表面比较滑，就把它割下来，可以补在这上面。但是这样看起来还差一点，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用名片再去粘它，让它越叠越高。最后高度够再把它粘起来。把背面锁起来，差不多完成。非常阳春版的滑鼠自动移动器啊。这样子插电，开电，开电它就会转。先针对这个地方，滑鼠在这边嘛，然后放上来，转它。桌面上的话是有移动。然后滑鼠本体没有在动的话，那基本上这样的高度应该就算够。因为我特别选这种表面滑一点，才不会因为滑鼠重量太重，让你马达转不动。所以你马达一定要是转得动的情况哈，那你滑鼠才会一直移动。所以选这种滑一点的。我怕它顶太高的话，可以把滑鼠一直转圈圈，所以中间可以换这种有弹性的或弹簧之类的东西。本影片纯属娱乐性质，请不要过度依赖，还是要专心上班哦。这次的内容就到这边，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是陈凯，读书升级，下期拜拜。